我每天给学校交500的伙食费，可女儿不仅每天都饿着肚子回家，甚至因为食物中毒进了医院。老师，诺诺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孩子食物中毒，你们学校的饮食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向日葵对孩子都尽心尽力，哼，您这样当众质疑，真让我们心寒。林妈妈，谁都不想看见孩子生病，但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怪老师吧？我家浩浩可从来没出过问题。知道了。你还真能忍，他都这么说了。吵架没用，他既然敢这么回，就说明他们觉得家长拿不出证据。那怎么办？做假账的人最怕的不是被骂，最怕有人查底账。一杯热美式，谢谢。从这个位置正好能看清对接向日葵的后厨通道。每日清晨9点，由指定生鲜供应商专车配送新鲜有机食材，没有常规的食材称重试验，也没有核对票据。您好，我是向日葵托管办孩子的家长，想确认一下，贵公司今天是否给向日葵托管所配送过生鲜？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我们系统里今天没有向日葵托管所的配送单，这家机构上个月底就没有在我们这里订货了。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后门那辆面包车不是你们公司的配送车？不是的，我们公司车辆都有统一标识，配送员也会提供随货单和冷链记录。好的，谢谢。方便把这个情况以短信或者邮件形式回复我吗？我只需确认贵公司今天没有配送，不涉及其他内容。可以，我给您发一封简单的查询回复。今天新鲜食材已经到啦，宝宝们中午有口福啦。舒安，咱把托管直接退了吧，何必让孩子去受这委屈？我们毫无理由的退学，他们只会对外说是我们无理取闹。再给我2天时间完善证据，我不打没准备的仗。行，听你的，情况不对立马接回来。如果哪里不舒服，就跟老师说，也可以等妈妈来接你。林妈妈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诺诺的。那就麻烦苏老师了。怎么了？今天不开心？没关系，回家路上慢慢说。妈妈，今天大家都不太跟我玩。有人欺负你了吗？没有，老师说我刚生病要安静，别影响其他人。小朋友就不太敢坐我旁边。那你难过吗？有一点点，不过我拼完了一个小房子。真棒，妈妈知道了。最近群里也太紧张了，孩子生病，大家跟着提心吊胆。是啊，老师也不容易，家长一质疑，老师压力也大。妈妈，我今天还想吃面包。托管不是吃过了吗？回家再说。这是妈妈给你买的手表，号码设置在一键拨号啦。如果肚子不舒服，不想吃发酸的食物，就在桌底下长按它，给妈妈打电话。害怕不敢说话也没关系，只要电话通着，妈妈就放心了。各组小朋友坐直了啊，看老师的手机，笑得开心点。老师要把丰盛的午餐发给爸爸妈妈哦。1、2、3，茄子。照片拍完了，张阿姨把这几盘排骨端去大班拍照。苏老师，这光吃面哪行啊？上午送来的白菜看着也不太新鲜，多加点酱油调调色，对付一口就行。预算就那点儿，能买什么好食材？反正发在群里有好看的菜，应付检查就行。小孩子吃完回家哪会说得清楚？苏老师，我还饿，还想吃肉肉。是浩浩的声音。浩浩乖啊，今天的肉分完了，去找张阿姨多盛点面汤喝，喝完去旁边画画。哦。发在群里的是明账，吃进肚子里的是暗账。这双阴阳账本玩得挺明白，明账既然无可挑剔，那就从暗账下手。不知道张萌听见他儿子的那句，还能不能敲出老师辛苦了。尾号对上了，前2天看见的就是这辆车无照送货。哼，我倒要看看这黑作坊的底细。大哥，忙着呢。我不做零售，买菜去钱头市场。我不零买，我是北区那边刚承包小饭堂的，向日葵老板王海波是我老乡，他跟我说你家走量便宜，我也想进点货。少跟我提那个黑心肝的，天天让我去早市捡那些人家剩的菜叶，1斤肉恨不得分5天吃，给那些小娃娃吃这玩意儿，他也不怕遭报应。不能吧，他那托管旁收费可不便宜，
我看他赚的挺多啊。赚个什么东西？他就是扣到家了。你看看，连我这点起早贪黑的辛苦钱他都扣，硬生生拖欠了我2个月的货款。每次打电话就说下周给，下周付下周。老板，就这破本子记的账面，你就不怕他转头卷铺盖跑了？死无对证？不对吧？王海波跟防贼一样护着底价，他怎么可能叫别人来跟我打听这事儿？你到底是谁？在这故意跑来套我话呢？跟我玩刀子，你还嫩了点儿。重新认识一下，我是专门来查王海波烂账的。从我的数据分析，他的资金链随时准备套现圈钱走人。他要是真跑了，你也得跟着抓瞎。你查他烂账，关我什么事儿？王海波收高额伙食费，却恶意拖欠你货款。一旦他卷钱跑路，这黑锅还得你来背。你没有冷链运输资质，只要监管局介入，他第一时间全推给你。说不知情，你拿不到钱还要挨重罚。明明是他逼我，让我买最便宜的尾摊菜。但是你现在空口无凭，你想自保就得拿证据，把和他的聊天记录还有欠条明细全拍给我，合法保留业务证据，你才能证明清白。行，你要拍就拍，聊天记录我都留着呢。完整的物证链，现在终于彻底闭环了。该去叫醒那些被洗脑的家长了。隔着屏幕看冰冷截图，张萌这种被洗脑的铁粉第一反应绝对不信。我必须当面戳痛他最在乎的软肋，才能见效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张姐，摆菜呢。林妈妈真巧，群里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人说话直，也是看老师太辛苦。浩浩最近长高了不少，小男孩长身体，苏老师每天发照片你也看到了，浩浩都圆盘。是吗？如果他每天中午都吃得那么饱，为什么他还每天下午放学路过便利店，都要用零花钱买烤肠垫肚子？长身体容易饿，吃点零食怎么了？张姐，自己听听吧。行了，把手放下，排骨收起来。浩浩，别盯着排骨看了，去旁边把素面条吃了。苏老师，我想吃一块肉肉，我肚子还饿。吃面去，吃慢了下午活动时间就缩短。林妈妈，这是什么？你为了找托管带的麻烦，居然弄合成录音骗我！真的假的？你自己问问他。浩浩，你跟妈妈说实话，中午在托管店那些排骨你吃没吃到？苏老师说排骨是拿来拍照给大人们看的，好孩子吃完素面条才能去玩滑梯。妈妈对不起你，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亏我平时那么信任他，平时装的那么负责任，背地里拿这种把戏糊弄孩子。张姐，站住！你去闹一通，然后呢？老板最多出来道个歉，辞翠苏雪交差，过2个月他换个名头照旧，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咽下这口气？这周5要开大型家长聚会吧？你忍这几天，我带你当场一笔一笔算清楚，让他们付出代价。老李，我说了，下周连同下季度的定金一起给你打过去，你至于一天3个电话催命吗？王老板，我老李赚的只是跑腿钱，可不想替你背黑锅。你要是再拖着不结，万一我手里那些你主动降级采购的底单记录被什么懂查账的行家看过了，大家可都别想好过。懂查账的行家，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难道有人在查我？那个林诺诺的妈妈在群里闹了一次后，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能有什么动静？连着几天一句话没说，下午来接孩子也是客客气气的，估计知道斗不过我们，自己给自己找台阶认错了。认错？你去调一下他们家入学底档，看看具体是干什么的。上面写的是高级商业审计结算合伙人。一个高级审计师，孩子受委屈却一言不发，这不是认怂，他这是在查底细。你惹上硬茬了，这种级别的高管最讲究体面，也最怕麻烦。赶在周5联欢会前，我亲自去一趟，破财免灾。林总，刚下班啊，真是辛苦您了。王老板，专程在地下车库堵我，是有什么急事吗？
林总这话说的，咱们前2天有点小误会，这里面是1万块钱，除了给您退陶管费，全当买点营养品压惊。林总，您是有身份的体面人，为了点沟通不畅的小事，一直牵扯精力也不划算。这钱您立刻收好，这事儿咱们就算翻篇了。林总，大家都是生意人，和气才能生财嘛，多个朋友比多点麻烦好。王老板实在是太客气了，这钱我就替女儿收了。周五讲座我一定准时到场，顺便给您送清算大礼。这什么东西这么厚？哼，王老板送来的买路财，1万块钱的退款现金。他在车库堵你，你真收了？刚好筹没有他拿钱封口，掩盖食品问题的物证，他自己倒主动送上门了。1万块就想买断烂账，你这是专门做了对比表？老李给的流水加群里菜单，落实到每个孩子1天连3块都不到。这可不只是卫生问题了，差价全进私人账户。家长会上，我要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各位安心在前方打拼事业，向日葵做你们最坚实后盾，孩子平安，营养交给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缴纳下季度学费的，额外再获赠半个月课时费，没意见咱们准备扫码吧。这优惠好，我先来扫码。我也续费，苏老师辛苦了。都慢着，先别急着当冤大头掏钱。王海波，今天你完了。林妈妈，气氛这么好，您不会又要给大家添堵，提什么意见吧？怎么又来闹事啊？就是，老师够辛苦了。意见谈不上，只是在大家交钱之前，先听听这个底单。行了，把手放下，排骨收起来，多加点酱油调色，随便对付一口就行。这是偏见的，他这是故意诽谤。王老板，快拔车头，这是假的。大家冷静，千万别信这个女人的鬼话，这根本就是她合成的录音。大家评评理，这位林总自己是女强人，天天加班，没空管孩子，孩子肠胃不好生了病，他就全赖在我们机构头上。前2天，他私底下跑到我的车库去堵我，开口就要2万块钱，说是所谓的相关费用。我说我们是正经教育机构，绝对不接受这种不合理要求，我没答应给他钱，故意做这种假录音来抹黑我们，这种家长的险恶用心，大家千万不能上当啊！林妈妈看着挺体面的，你真去敲诈勒索了？如果是钱没谈拢，这录音搞不好真是假。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死到临头还敢倒打一耙，是吗？王老板原来不仅喜欢做假账，还没什么记性。这个信封里的连号新钞，这是你车库塞给我的，我连指纹都还没提取过呢。这是我给他的封口费，我亲自从银行取出的现金，他居然连碰都没碰过。林总，这1万块您收着，全当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压惊。咱们开个小店也不容易，你要是为这点小事闹下去，影响了清静，多不划算。王老板，敲诈勒索的罪名，我是万万不敢当的。但是你半路拦截家长，企图用现金行贿，封口掩盖食品安全问题的录音，我可是留得清清楚楚。到底是谁在做贼心虚？还要我再说明白吗？王海波、苏璇，你们的戏演够了吗？大家别再被误导了。我一直很认可相关的工作人员，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孩子们的日常餐食没有得到妥善安排，相关的活动安排也不符合大家的预期。你们一直说运营相关事务有难处，可实际的情况呢？有这钱去堵别人的嘴，却舍不得给长身体的孩子买新鲜菜，拿着我们的血汗钱给孩子吃发苦素面条。你们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简直道德败坏！不管孩子死活就别办了，立刻全额退费还公道！还要联名去监管局要说法！1分钱都别想蒙混过去！各位家长，请冷静点。好戏这才刚要进入正题。这是送菜的黑作坊，
那里拿到的全部真实转账流水。大家仔细看清楚了，过去半年在座家长交的将近300万托管费，王海包真正拿去买菜的，所有的开销加起来只有区区16000块。也就是说，机构里这么多孩子，每天的饭菜成本加在一起，连100块钱都不到。剩下那200多万差价去哪儿了？根本没进托管班的对公账户，全部被王大波私底下转进了他老婆个人银行卡里。各位，这根本不是饭菜不好吃或者退费的纠纷了，他打着高端饮食的幌子收高价，把廉价劣质菜对付给孩子，偷偷把200多万揣兜里，并且1分钱税都没交，这在法律上是彻头彻尾的商业诈骗和逃税。这是诈骗，这是要坐牢的。我们接到详实的线索举报，贵机构涉嫌商业欺诈，还有严重的税务问题，请立刻配合我们调查。工作人员同志，不关我的事儿，全都是他干的。用好菜假装拍照骗人的，是这个女人想出来的主意。王海波，你含血喷人！我一个月给他几千块死工资，你让我怎么骗？烂菜市场是你亲自去的，所有的学费全进了你老婆账户，你就是个黑心烂肺的骗子！行了，是不是？有什么话留着回队里，和税务局慢慢解释吧。带走。林妈妈，今天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全被蒙在鼓里交钱了。我之前在群里那样说你，对不住啊。骗子被抓了，确实解气。可这向日葵一封门，下周一咱们这些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中午到底去哪儿吃饭呢？是啊，我跟老公下周单位考核请不了假，这可怎么办？总不能让孩子回家吃泡面吧？大家的难处我理解，张姐，你先拉个新微信群，记住，不要有向日葵的人员。这2天大家在群里在一起想办法。我刚问了一圈，附近稍微靠谱的托管竟然全满了，还有一家连午休床都没有，还要趁火打劫坐地起价。马上就周一了，浩浩中午到底去哪儿吃饭啊？我家老人都不在本地地，我跟老公年底都在冲业绩，这节骨眼根本请不了假呀。我现在看见托管2个字就心里发毛，谁知道会不会是另一个王海波？总不能下周狠心把门反锁，让6岁孩子自己在家吃外卖吧？诺诺妈，临走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真的对不住。今天看您算账拿证据，我是真服了。您见多识广，在这事儿上比我们清醒。下周一这烂摊子，您觉得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啊？林妈妈，对不起，当初是我们糊涂。您是专业高管，受累指个招吧。是啊，林妈妈，只要能吃干净饭，哪怕贵点我们也认了。大家的难处我明白，这2天刚好是周末，先别慌，我来想想办法。名誉平反了，骗子也进去了，你怎么还给自己揽烂摊子？他们现在没地方去，那是他们之前盲目的代价。可咱们诺诺不一样，咱们又不是没别的出路。宁宇，我们有钱有资源，转身走人确实很容易，也能买来高质量的保障，但钱买不来彻底的长期安心。但这种黑心商家的滋生，根本不是收费高低的问题，哪怕收费再高，只要中间操作是个黑箱，只要家长们没时间去核实每一笔去向，就会有下一个王海波，企图从里面拿大头利润。如果我们只靠花钱躲避，这片土壤迟早会长出下一个黑师傅。行吧，审计大魔王，看来咱们林总是打算亲手重整咱们小区的托管后勤了。说吧，你需要你老公我做什么？帮我跑一趟居委会，借一个带标准厨房的空置活动体，另外帮我算一笔干干净净的阳光账。大家看大屏幕。林总，您这是打算咱们自己办托管？
不是我办，是我们一起建。向日葵垮了，把孩子交出去后不去过问，完全依赖别人的良心，这本身就是最不可靠的。把追回的退牌款自愿拿出部分做启动基金，绝不让任何盈利中间人插手。做饭谁来？咱们双职工哪有时间自己去？直接聘请有健康证的退休阿姨，工作和薪酬全部公开，最重要的，财务全透明，每一袋米，每一斤肉，拍照发小票，底单全入公账。监控呢？总不能又靠摆拍照片吧？全面安装云监控，只覆盖洗菜区和灶台出餐台，绝不拍孩子脸和休息区。针对经济压力大的家庭，可以用后勤轮岗和配送协助，用劳动换取等价服务抵靠。如果需要早上6点去取菜，我可以，我骑车快，路线熟。林总，方案是挺好，可归根垫底，这笔钱最后到底谁来管？咱们刚被王海波骗过，谁敢保证不出第二个王海波？是啊，轮值谁来排？偷懒的人是不是可以不管？以后是不是都听林总一个人的？你们这话说的也太……你们有疑虑是对的。财务监工与轮值反责补充方案，你们不信任我，没问题。林总，我不是针对你。我知道，如果马上无条件相信另一个人，那才是真的没长记性。如果靠我个人信誉撑，那他从一开始就不合格。可你帮了大家这么多，张姐，帮过大家不等于可不受监督，规则保护大家，也保护我。第二，每一笔支出必须由3人家委共同确认，单人绝对无法动账。3个人如果关系好，一起签呢。第三，财务采购验收3岗分离，同一家庭不得担任2关键岗，家委任期3月，到期重选，同一家庭不得连续担任同一岗。第四，每周公开流水志愿复核，采购小当流畅全部同步上传。这样我能接受，只要公开就公平。那如果以后家委会内部包庇呢？第七，任何质疑必须记录，3天内必须公开答复，叠发不了就暂停支出或流程。不怕有人问，怕的是没人敢问。这回我就盯流程，不盯人情。我可以早上取菜，晚上打扫，你们发时间表，我尽量排。我周3早下班，能替你。那咱们先按细则试运行1个月，1个月后开复盘会，继续改。可以，制度不是写出来就立地完美。各位，制度明天验收，活动室马上需要打扫布置，今晚明早的供货必须严密对接。愿意筹建的报名，咱们马上动工。刚才不说愿意出力吗？现在就是真刀真枪干的时候，把那屋子弄透亮，明天踏实让孩子们吃顿热乎饭。大人们彻底为了孩子倾巢出动，带上强力去除剂，开始轰轰烈烈的大扫除。那原本布满灰尘的破旧活动室，在家长的拼命齐心协力下，发生了如同魔法般的翻天覆地变化改造。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的餐饮区，被消毒的锃光拔亮的不锈钢操作台，最新云监控摄像头也顺利通电，滴的亮起绿灯。林总，放心吧，这厨房透亮，饭也亮堂，明天第1锅汤，孩子们肯定爱喝。准备就绪，明天不见不散。入住托管班迎来了第一批饥肠辘辘的小客人，孩子们带着期盼排着队，拿着干干净净的餐盘往前走。都别急，今天咱们管够，吃吧，孩子。吃饭不用看谁的脸色，大口吃肉。哎，我尝过了，今天这块肉是真的。废话，难道还能是泥巴做的呀？那些深夜算账的疲惫，全在这颗大大的爱心里，化作了彻底的坚定与心安。今日采购新鲜猪肉23斤，单据已传，土鸡蛋4板。菜品均已流量入存，编号01。妈妈，今天的肉真好吃。这丫头，做梦肚子还饿着呢。这几天你连轴转，累掉半条命。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气不过苏雪挤兑，想把那机构搞垮就算了，没想到你真成了小区指路灯。我哪有精力一个人包圆？以前你查烂账是为了工作，这回杀鸡用牛刀，不仅护了咱们诺诺，还把烂摊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老婆，这可是大功一件。
其实我当时只是突然有些怕。怕什么？你想过没有？凭咱们存款确实可以走人，但是明宇，诺诺迟早离开咱们去全会，那时候他再遇到别有用心呢。我们当父母的挣再多钱，不可能替他挡一辈子不公。我掀个底朝天，想让他知道，我们不惹事，但遇烂人烂事委曲求全没用。想自己过得踏实，必须学会把暗地老鼠拽出来，把规矩白纸黑字立在太阳底下。生活依然繁杂，明天的琐事还会排队来敲门。只要手里的规矩硬得如刀，孩子们就会走得比太阳亮的。